2025年第一个季度，俄军陷入了全面危机，从战略轰炸机坠毁到黑海舰队重建困局。俄罗斯媒体美杜莎首报，开战以来，俄军预计阵亡16万。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俄军在25年面对的困境。2025年4月3号，一架图 22M3 逆火在库尔斯克地区坠毁。事发时，4名机组人员紧急弹射逃生，但不幸的是目前已经确认1名飞行员死亡。网上流传着幸存飞行员的视频，搞笑的是该飞行员竟称要去古拉格，可能是弹射后脑震荡等因素影响，也有网友猜测飞行员存在醉驾嫌疑。图 22M3 逆火早已停产，但对俄罗斯而言，每损失一架都是巨大的打击。在俄乌冲突中，他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进行凌空轰炸，还能发射 K-22 以及升级版的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不过，这种老式导弹对地攻击精度差，常常造成误伤，但因其难以拦截，乌克兰防空部队至今未成功拦截过。回顾24年4月，乌空军击落了一架逆火，4名机组成员弹射后仅2人存活。再结合这次坠毁事件，可见逆火的弹射系统存在严重问题，这也暴露出俄空天军在装备维护方面的困境。而战略轰炸机的不可再生性，无疑使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不只是空天军，另外黑海舰队的重建计划受阻。目前，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克赤海湾造船厂加速建造2艘23900型伊万格罗夫级2栖攻击舰，其中的1艘船体已经初见雏形。这一计划被视为黑海舰队遭遇重创后克功重塑海军威信的重要举措。追溯历史，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法国政府叫停了2艘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的交易，并转卖给埃及。俄罗斯海军遂决定在克里米亚的海湾造船厂建造伊万格罗夫级2栖攻击舰。2020年7月开工，普京还亲自出席了开工仪式，预计分别在28年12月和29年12月服役。然而，该计划是面临着巨大威胁。乌克兰军队具备强大的打击能力，此前就曾发射风暴阴影，击毁了黑海舰队多艘在船坞里的军舰。如此大的2栖攻击舰在船坞里无疑是明显的靶子，很可能成为乌军的再次攻击目标。这使得俄罗斯海军威信重塑的计划陷入现实困难。当然，俄罗斯除了在海军、空军上用力外，还在25年的前3个月中增加了制导炸弹的产能。数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在25年1月到3月总计是投掷了10577枚制导炸弹，其中3月份4800枚，2月为3370枚。尽管乌军在干扰俄军制导炸弹方面取得有效突破，使其命中率下降到了6%以下，但俄罗斯的滑翔制导套件的产量却在不断增加。这一情况与拜登政府的限制政策有关。当初拜登未允许乌军靠近前线基地的俄军苏34，否则可能摧毁俄军一半的苏34。如今俄军将苏34靠后部署，乌军几乎失去了攻击机会。同时，欧美公司和大学生团队积极研究对付俄军制导炸弹的方法，比如探测、计算飞行路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拦截等。但这些都是被动举措。从战场实际情况看，苏34的部署策略变化影响了战场态势，俄军增加制导炸弹的使用量，却未能与地面推进有效配合，暴露出空中打击与地面推进的战术脱节问题，使得制导炸弹产能的增加没能充分转化为战场优势。除了上面这些问题，俄军在陆地作战上面也面临着挑战。根据 ISW 报告数据显示，俄军现役坦克损耗率已超过 53%， 这表示俄军装甲部队面临的严重危机。在现代战争中，坦克作为地面作战的重要力量，如此高的损耗率无疑会对俄军的地面作战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为了弥补坦克数量不足，俄军甚至起风了 T5455坦克，这种老式坦克的起风使用具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反映出俄军在装甲装备方面的匮乏。回顾2战的库尔斯克战役，当时的装备代差对战争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 T5455坦克与现代先进坦克相比，存在着巨大的装备代差，在战场上是很难发挥出有效战力的。这一现象背后是俄罗斯军工生产困境与前线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军工生产能力有限，无法及时补充前线损耗的坦克，导致俄军不得不启用老旧装备。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俄军的作战效能，也反映出俄军在持续消耗下的困境。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军工生产与前线需求的矛盾，俄军装甲部队的危机将进一步加剧。为了增加进攻进度，俄军把想法放到了空降部队上。俄军空降军在战争中经历了显著的编制演变。原本具备专业空降、空突能力的空降军，由于乌克兰战场防空密度大、炮火强度高，以及欧美提供的空勤支援，冲突超过3年都未实施过一次空降作战。此时肯定有人要说安东诺夫机场了，那咱们就说说这场战斗。在冲突初期的空突作战中，俄军原定空突部队控制机场后是由运输机机降大队参战的。但是空突部队突袭机场后，遭遇乌军炮击和重装部队围攻，大部队机降无法进行，战略任务没能完成。而且精锐合同兵损失很大，也正是这场战斗的影响，在此后的战役中，俄军空降部队各部完全转为纯地面部队使用。在恰索夫亚尔和库尔斯克战役中，俄军空降部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在恰索夫亚尔，第98空降师主力以兵力劣势强攻乌军筑垒区，作战压力和难度极大。在库尔斯克，多个空降师和旅参与作战，立下战功，但也影响了恰城方面的作战。根据前2天俄罗斯媒体美杜莎发布的阵亡数据来看，空降兵阵亡数已经有3288人，其中军官556人。考虑到数据遗漏、延迟，实际阵亡数更高。以第45特种旅为例，该旅可能拆分建制，分别支援各空降部队，这让精锐部队在持续作战中的消耗增大。空降作战理论在实际战场中失效，空降部队不得不进行地面化转型。虽然通过伤员留队、归队、持续动员和实战锻炼，其地面战斗能力有所提升，但空降空突方面的能力因缺少训练和补充兵员缺乏相关训练而变得生疏，这就是地面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前面咱们也说过，由于防空密度大以及炮火强度高的原因，正是空降部队转型的决定因素。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俄军的火炮。对比俄乌双方3月份的战报数据，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战场态势的变化。乌军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乌军总计摧毁了1644套俄军火炮，这是自全面战争爆发后的月度最高数字。同时，乌军还在3月击落了4060架俄军无人机，同样是自战争全面爆发后击落俄军无人机数的月度最高数字。当然，数据不能只看一方。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在今年前3个月，乌军也有一定损失，但从数据对比来看，乌军在反炮兵和无人机作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在报告中提到，由于无人机的精确打击、反炮兵作战以及国防军各部门的专业工作，仅在过去的1周，俄军就损失了408套火炮系统。从25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4000多套火炮系统。实际上，从侧面证明了乌军反炮兵体系得到了升级，这主要集中在雷达方面。乌军装备了越来越多的反炮兵雷达，既有支持者援助的，也有乌克兰自己造的，能够有效探测定位俄军火炮位置。随即使用美制的弹簧刀、山寨的柳叶刀等各类武器进行反炮兵作战。在无人机作战方面，4060架的击落记录也体现了乌军在技术上的突破。这些变化使得战场态势发生转变，俄军传统的火力优势逐渐瓦解。在现代战争中，火炮和无人机的运用成为关键因素。乌军在这2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对俄军地面作战体系构成巨大威胁。实际上，战场上的因素还不算是最致命的要素，最可怕的失败原因可能是经济与后勤的缺陷。而事实也证明，战场上的无力最终都会在后勤的奇葩行径上反映出来。俄罗斯国家预算正面临着严峻局面，近年来石油收入呈现出连续20%的下滑趋势，这对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石油作为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支柱，其收入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的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福利基金仅剩400亿元，这意味着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和战争开支时缓冲能力大幅减弱。福利基金原本是用于保障国家社会福利和应对突发情况的重要资金储备，如今的匮乏使俄罗斯在面临战争等重大挑战时财政压力剧增。欧佩克的增产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石油收入的困难，国际市场上石油供应的增加导致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能源设施遭袭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石油的生产和运输，还增加了额外的修复成本。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战争融资机制面临着断裂的风险。持续的战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国家预算的紧张使得俄罗斯在维持战争开支方面愈发困难。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经济困境，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持续作战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但随着战争的继续，军工产业却陷入了虚假的繁荣。表面上，俄罗斯的滑翔制导套件实现了量产，给人一种军工生产繁荣的假象。然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背后存在巨大的技术代差。与北约国家相比，俄罗斯在军工技术方面已经逐渐落后。北约凭借着先进科技和强大的研发能力，能够生产出更高效、更精准的武器装备。就以23900型两栖舰为例，其建造周期异常漫长。刻制船厂作为该两栖舰的建造地，曾多次遭到袭击，这严重影响了建造速度。尽管俄罗斯努力推动军工生产，但在技术和生产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使得军工生产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虚假繁荣无法掩盖俄罗斯军工生产面临的实际困境，也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高要求。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改善生产环境，俄军工生产将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而这些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俄军的后勤。在现代战争背景下，俄军后勤体系呈现出了石器时代的特征，摩托化步兵和畜力运输并存的现状，与现代战争的高科技装备形成了明显反差。别尔格罗德防蚊网事件更是凸显了这种荒诞。在战争中，本应专注于军事装备和战略部署的地区，却将精力放在了安装防蚊网上，这反映出了俄军后勤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另外，从数据上，41259辆军车的损失数据惊人。这不仅意味着大量的物资和装备无法及时运输到前线，增加了后勤保障难度。军车的损失可能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也可能是后勤维护和管理不善导致的。库尔斯克火车站被毁的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点。火车站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被毁使得物资运输更加困难。在现代战争中，高效的后勤保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俄罗斯的这种原始的后勤体系无法满足战争需求，使得前线部队在物资供应、装备维修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这种现代战争与原始后勤的荒诞反差，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效率。不过，滋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呢，绝非是全部来自内部，更是欧美持续施压的结果。在俄乌冲突中，欧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形成了持续压制态势。捷克牵头组建了炮弹联盟，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炮弹，增强了乌军的火力输出能力。丹麦宣布提供9.7亿美元的援助，涵盖了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充实了乌军的作战力量。英法也计划派遣特遣队，为乌军提供专业的军事指导和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乌政策的摇摆，虽然曾经给局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上西方对乌支持的大方向没变。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名人表现出明显的亲乌战略倾向，未来可能会加大对乌的军事援助力度。在这种多维度的军事援助下，俄军面临着来自装备、技术、情报等多方面的消耗，作战压力不断增大。好了，俄乌2025年的小结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